手术室外的走廊依旧泛住消毒水的味道，白色灯管的光线在光滑地板上划出一道道阴影。大门未知子站在手术室门口，双手交握，指尖还微微发白。手术室里传出一阵轻微的螺丝转动声和仪器滴答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脑海里闪回刚才拼死抢救病人的每一秒。麻烦麻醉推完药，血压再回报一次。大门用近乎命令的口气吼了一声，声音一如他平时那样浅脆，但此刻却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。陈医师连忙应声，收到。血压128/80，心跳80。荧幕上的曲线稳定流动，大家才又稍稍松了口气。门口，程之内博美忍不住酸了一句：“未知子，你这声音也太像急诊室的呼救铃了吧？”话虽调侃，却让气氛轻松了半分。助理森本在一旁翻着病历：“姐，你刚才那招，我还以为要全场晕倒，还好你体能撑得住。”大门掀了掀口罩，露出一抹苦笑：“生命的重量谁都拖不起。你们放心，我这条老骨头还能撑住。”他的笑里藏着疲惫，也隐含一丝坚定。患者的家属还在急候室里等消息，他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就在此时，刚进手术室的护士小叶偷偷递过来一个小包裹，那个来自神元京的宿命盒。大门的心猛地咯噔一下，手指轻轻颤抖，却还是接了过去。包裹上方贴着一张字条：“生死只是一线之间，解码才是你的下一课题。”这是大门低声问，他知道里面藏的不只是道具或纪念品，而是下一场。博美凑过来，眼神闪着兴奋：“再不打开就不是未知子了吗？”森本在旁补刀：“小心别一打开就炸出什么复杂病理报告，把我们又逼回解剖室。”大门深吸气，手指缓缓掀开金属盖，瞬间一股冷光从盒底弹起，照在他的脸上，映出密密麻麻像电路板一样的刻纹。他目光微缩，心里低喃：这是基因序列，还是某种电子解码？手术室内，一旁的陈医师察觉不对，皱眉问：“未知子，你还好吗？病人这边还需要确认一次镜检报告。”大门抬头，眼神透出前所未有的犀利。暂停，我需要再检查一次那份报告，里面可能藏着我们没发现的致命并发症。话音刚落，整间手术室瞬间安静下来，大家一边交换紧张的眼神，一边忙着将报告投影到荧幕上。荧幕上复杂的化验数据与盒子里的刻纹巧妙对应，某几组 DNA 片段完美重合。森本低声惊呼：“这太怪了，基因报告怎么会出现这段序列？”未知子眉头紧锁，终于放下盒子，踮起脚跟在投影前仔细端详。他喃喃：“也许这就是神元京当初想隐藏的秘密。病人的病灶不只是生理上的问题，更牵扯到某种人为操纵。”走廊里一阵脚步声渐近，拿着手机的记者已经聚集到手术室外，探头探脑。大门转身面对众人，声音冷冽如钢：“请所有人离开。现在我们正处理一个关乎人体伦理与命运的重大发现，任何打扰都可能要负法律责任。”此刻，消毒水味和紧张气息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将角色与观众一同牢牢拴住。一团印向何处？真相还要用多少勇气去面对？观众的心也在这紧要关头被未知子牢牢扣住。夜已深，手术室外的长廊只剩下点点仪器指示灯在闪烁，风扇在天花板上嗡嗡作响，偶尔传来外面台北街头的汽车喇叭声和远处施工机具的轰隆，像是在提醒人，这座城市从不真正安静。大门未知子坐在办公室里那张老式柚木桌前，灯光柔和得像家里客厅的台灯，桌上摊开的是那封泛黄的危急信，信纸边缘微微卷起，一眼就看出它被翻了不下100次。墙上挂的老照片里，是一群医师在昏暗手术室里微笑对镜头，镜框下方刻住东帝大学医院，昭和43年的名牌，泛住褪色的金光。门咔嚓一声轻响，神元京踏进来，手里还捧着录音随身碟和那张旧照片。他放下资料，坐到大门对面，声音低得好像怕惊动墙上的那些灵魂。大门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堆问号，但我想现在是时候给你答案了。大门抬眼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：“金哥，这些年我们一路走来，我一直以为我记得自己是谁，可现在我只剩下空白。”他轻轻点头，手指在桌上一阵翻动，抽出那封信递给他，一边从口袋拿出小小的录音笔。这封信是我当年写给你的，因为某些原因我寄不出去。录音里是前院长在手术前的悄悄话，他说只有真正了解过去的人才能改写未来。大门接过信，指尖微微发抖，打开信封，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飘出，他的内心独白浮现。我以为自己很坚强，结果连最重要的回忆都被剥离。灯光映在他的脸上，阴影里藏着不安。桌上的旧照片被他摊开，照片中央是他和神元京当年一起在手术台前微笑的身影，但背景里那几张面孔却带着冷笑，眼神奇异。他忍不住问：“他们是谁？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人帮我，也没有人告诉我真相？”神元京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“
那是当年的几位高层，他们基于权力，想掩盖某件能改变医院命运的实验。你其实是他们研究的核心结果之一。他拿起录音笔，按下播放，空气中先是杂音，接着传来低沉的嗓音。计划 X 不能外泄，一旦有人知道，它的存在就是威胁。话音戛然而止，整个办公室像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大门的呼吸一致，手指紧抓信纸，心跳声在脑中轰响。我从医院畏惧的灵异传闻里逃出来，以为只是鬼故事，没想到我竟然是那个威胁。他的眼角快速泛起泪光，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力气。神元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缝隙，街灯昏黄，照出他伫立的背影。你是被设计、被利用，但你更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。大门解码了这一切，就能不再被太过深重的宿命束缚。他的语调柔和却坚定，像一根救命稻草，抛向正在沉沦的他。风吹起窗帘，带进一丝晚风的凉意，也像是在替他拂去心头的迷雾。大门抬头，灯光下，他的眼神从震惊、迷惘逐渐变得坚毅。他轻轻抿了抿嘴唇，声音低沉却清晰。好，我要面对。以前的我一直想逃，但现在我要把全部的真相摊在阳光下。神元金露出一丝安慰的笑容，点点头。没错，只有正视才能重生。明天我们就把这些证据交给律师，再告医院高层下台，让所有被伤害的人得到应有的道歉。他语气里透露着未来即将到来的希望。大门深吸一口气，把信和照片小碟子全都收入公文包里，镜头拉近他的眼睛，里面闪着泪光，也闪着坚定。宿命迷局 X 医生的终极解码在此刻达到一个转捩点，过去的谜团即将解开，也预示着新的战役才要开始。清晨5点48分，第一缕晨光透过东帝大学医院崭新大厅的落地窗倾泻而入，暖橙色的光影在地板上拉长，庞府为整栋建筑披上一层柔软的毯子。墙上创新医疗、温暖人生的标语在阳光照射下庞府微微跳动，空气中残留着刚换过空调炉网后淡淡的柠檬清香。大厅中心长条接待台拆掉了厚重的金属栅栏，改成开放式的木质吧台，几桶热咖啡和现做的红豆饼散发诱人香气。医护人员三三两两围坐，高谈阔论。咱们昨晚那一仗终于让那些老家伙闭嘴了。护理长吴姐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大笑，一口红豆饼差点噎倒。对呀，感觉像把旧捷运站改成特色咖啡馆，整个人都放松了。年轻住院医师小林歪住头，努力模仿画面，逗得旁人又是笑又是点头。就在这股庆祝氛围中，一群保守派的主治医师依旧斜着不安的眉眼，低声在一旁交换意见。资深外科医师李博士捂住下巴，轻轻叹气：“我知道改变必须要，但心里总有点不踏实。这改革能撑多久？”大厅一角，大门位置子倚靠在新的电子导引牌柱子旁，身上白袍熨得笔挺。他手中那只古旧的神秘盒子依旧散着微弱幽光，纹路似乎在光线里闪烁出不可言喻的阴影。大门感受到四周的欢笑和耳边的屁话，心中却像有颗石头沉甸甸。这场胜仗固然来之不易，但那个盒子从未让他安心过。他轻轻敲了敲盒子表面，声音清脆，像在回应他心底的疑惑。大门姐，这盒子真的还要藏着哟？小李探头过来，指着盒子边缝的金色铜锁问。大门微微一笑，笑意里却藏住一丝苦涩。等时机到了，再给大家震撼。现在说太早，大家还没准备好。小李眨眨眼，又看了看四周，低声嘟囔：“你是不想让记者提早拍到吧？怕以后新闻又吵成一团。”大门不回答，转身朝窗外望去。大学城的街道已经开始热闹，摊贩的叫卖声和机车引擎声混着一边交响。他心想，改革的路上，下一站是走向全国，而这个箱子或许就是关键所在。城之内，博美和森本则走到大门身旁，一个肩膀撞了撞他，一个语气诚恳。博美笑嘻嘻地说：“别想太多啦，新智今早要跟院董报告，给他们看看我们这战果，保证他们脸都绿了。”森本点头，神色却有点凝重。是啊，但如果那些老官还是想耍手段，我们手边的资料和证据不准有任何漏洞。森本这么想，眼神飘向大门手中的盒子，那个东西到底藏了什么，能一举翻转整个医界？他下意识想拉更多人入局，可眼前的陌生光芒提醒他暂时别轻举妄动。忽然，一名中年男医师疾步走进大厅，手里抓着一叠文件，神色带点慌乱。大门姐，森本先生，院长和副院长刚才讨论说，明天会有中央卫福部官员突击视察。话还没说完，吴姐已经接过文件，皱眉念道：“什么？明天就来？这样我们准备得来吗？”大门转身，目光如炬，语调镇定却有压力：“来就来，反正我们的数据和手续都合规，接待好他们最重要，其他的交给我。”他握拳的手背隐约能看到指尖发白。众人一时间安静下来。
院方高层的突击视察，意味住今天的胜利并非终点，而是更大战役的前奏。盒子里的秘密若曝光，可能成为下一波攻防的焦点。大门在心里默念，明天的面对不只检验改革成果，也考验他手中那把双面利刃，宿命的解码才刚要开始。窗口外一片晨雾还未散尽，大门手中那只神秘盒子在阳光中再度闪烁，庞符暗示胜利已至，但真正的挑战才正要揭幕。感谢收看本集动画《燃情冒险启程》，共同追寻梦想与奇遇，每周全新更新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探索无限精彩的动画世界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梦幻旅程，共享感动与惊喜。现在出发，拜拜。